Hello，我来了。这一期讲一下怎么开始做安卓自动化。基于上一期讲的内容，现在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准备工作。首先就是要配置好安卓自动化的环境，这之前已经配过了。然后要准备一个开发工具、编程语言以及查找元素的工具。做自动化的时候，需要先查找到元素，就是 APP 的元素，然后对它进行操作。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查找元素的工具。好，现在去把这些都安装一下。这如果是用 Windows 系统的话，它会有 Windows 的选项啊。至于这个 Python， 如果你是用 macOS 的系统，只要不是太古老的版本，它都有自带 Python 3，你就不用去安装了。如果是 Windows 的话，就手动装一下，在这里去下载。然后呢，安装的步骤都是很常规的，这里就不演示了。然后这个查找元素的工具呢，我也是已经安装了。你可以在右边这里有个 release， 这里找到最新的版本，然后根据你的这个系统去选择相应的安装包。好，已经下载完了，安装一下。打开它，选择中文啊。好，接下来看一看要做什么，把这个 ADB 还有 AAPT 这个工具的环境变量添加一下。就是这两个工具其实是在之前我们安装 Android Studio 的时候就自带的，我已经配好了。现在可以打开这个 Android SDK 来看一下它实际在哪里。就是在 SDK 下面的 Platform Tools， 这里可以找到 ADB， 然后 Build Tools 里面就有 AAPT 的工具，这里有几个版本，你就选择最新的版本，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把这两个工具的那个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 Path 中。我就不再演示了啊，已经添加过了。好，接下来去创建一个项目。我们这里的项目就是一个测试项目，用纯 Python 就可以了。现在先不讲框架。VNV 这个是指虚拟环境。虚拟环境的意思呢，就是你每次去创建一个项目的时候，它可能需要安装的第三方库都不太一样。就是如果环境独立的话，可以确保项目之间不会互相影响，避免产生一些兼容性的问题。先给这个项目起个名字吧，随便起一个，比如被测项目是某某某，我们就 test 某某某就好了。然后找到这个终端这个工具，这里每个工具你都可以移过去看一下分别有什么。这里的终端其实跟系统的终端差不太多，还是有一些差异。好，现在我们是在虚拟环境下面，
可以看到终端前面有显示当前的虚拟环境，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安装这个 Appium 的客户端，这个库其实是安装在虚拟环境里面，就是它不会影响整个系统，就不会装到我们整个系统去。接下来配置一下手机。模拟器的话不用配置，真机的话要打开那个开发者选项，然后开启 USB 调试，再把那个手机连到电脑上，它会提示你是否授权。这个操作也是比较常规的，步骤的话大致就是连续点几次那个版本号，它就会提示你开发者选项已开启了。可能不同的手机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但是差别不大。先去创建一个文件，一个 Python 文件，用来写代码。名字先随便起一个吧。如果是真正的工作的话，肯定不会这样起名的啊，因为现在只是演示，所以就随便起了。去看一下 Appium 官方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因为如果新手最开始不会自己写的话，可以去复制一下官方的这一个示例，然后再来改。这个客户端库已经安装过了，我们就不重复了。代码复制过来了，然后我这边的话是打算用模拟器来做演示的。如果用模拟器的话，这个代码是可以直接运行起来的。真机的话，可能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配置，就如果你没配置过的话。由于我的电脑现在连了2台安卓机，用 ADB 命令看一下。一个真机，一个模拟器。有多个设备的话，你需要指定一下用哪台设备来测试。那我们现在用模拟器这一台，通常的话我们用设备 ID， 而不是用这个设备名称，因为设备名称它不一定能够保证唯一性。就是 UDID 这个参数表示设备 ID。我们复制一下前面这一串，然后点这个去运行。在开始之前还要先去开启 Appium 的服务。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之前说过的，每次测试之前都要先保证 Appium 的服务已经开启。在终端新建一个标签页，就在这里启动 Appium 服务吧。启动好了，下来运行一下。好，跑起来了。结束了，显示测试已通过。这个示例代码其实是对系统设置，就是系统自带的那个设置的应用，去做一个查找电池选项的操作。然后这里的参数，看一下这个平台，这里要指定平台，因为它支持很多个平台的测试，你要告诉它你是在测哪一个平台，以及用的是哪一个驱动。
然后这个是测试要用的测试机，这个包就是这个包名就是标识你要测的那一个 APP。后续会讲怎么去找到这个包名以及这一个活动名。然后这个后面这个语言，它添加这一个语言主要是因为它查找元素的时候是用那个文本去查找的。如果比如说我系统是设置了中文，那你去查找我这个 battery 这个文本肯定是找不到的，就会报错，所以它要指定这个语言还有地区。好，这是我准备好的一个安装包，就是打算拿来做这个被测的 APP， 且这个是用 Android Studio 直接生成的一个 APK， 就选了一个模板去生成，一行代码都没写的那种。接下来讲一下怎么获取这个包名还有活动名。因为我们已经配置过这个环境变量，所以现在这个 AAPT 的工具是可以直接用的。就用这个命令去获取它的被测 APP 的包名，还有活动名。我先把这个安装包放到项目目录下，这样比较方便操作。好，现在这里的终端默认是位于当前项目的根目录，那这个安装包的路径我们就用相对路径好了，在前边加一个 APP， 就项目目录下的 APP 这个目录。好，这一串就是包名了，把它填到这里来。还有这个活动名，也同样改一下这个安装包的路径。复制一下，把它填到这个 activity 这个参数。这两个就先删掉，因为我们现在不需要做国际化。往下看，这个 setup 还有那个 teardown， 其实是 Python 自带的一个测试框架 unit test 里面的东西。框架的内容现在就先不说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这个测试用例，就是以 test 开头的方法。现在去看一下，怎么查找元素。这个查找元素的工具，它也是前提条件是 Appium 的服务要先启动。那么我们刚刚启动了也没有关掉，就不用再重新启动了。这里还有个问题，刚刚那个示例它用的是系统自带的 APP， 我们现在是还没有装到手机上的，那就需要指定一下这个安装包的路径，不然的话 Appium 找不到这个应用就没法测了。
保险起见，最好这里还是获取一下这个安装包的一个完整的目录，就用这个方法去获取当前的工作目录。OK， 它这个相对路径拼接过来就得到一个完整的路径了。现在去查找元素，点编辑。我已经提前准备好数据了，这里还需要再补一下这个安装包的路径。这个 APM 的前缀不需要写了啊，因为这里我已经勾选了自动添加前缀，就是这个查找元素的工具，这里的写法跟代码里的写法稍微有点不一样。把这个拖动过来，获取它的一个完整路径。粘贴一下，保存，点开始。好，已经启动了。有时候它就是这边没有同步加载出来，点一下这个刷新。这就是我们要测的 APP。先手动操作一下整个测试过程。我们就是点这个找到 Gallery 的这个选项，就一个特别简单的测试用例啊。首先我们需要找到这个按钮，你点击一下，一般情况下它是能直接定位到的。看一下右边这些就是这个元素的一些相关信息，这个 Find By 就是它的查找方法，这里有列出了2个查找方法，当然实际可能就不只是这里列出来的，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方法，但是呢我现在就不深究了。这个测试用例名我们改一下吧。现在我们不是查找电池，我们查找这个 Gallery 的选项。当然你这里不一定要写这个，随便起什么都行，自己能看懂就行了。把这个回删，把那个点号也删掉，你重新点一下，它就会出现你可以选择的查找方法。那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这个 Accessibility ID， 所以就选那个，把它的值复制一下，填到 Value 这里来。找到元素，然后这个 Click 方法就是去点击这个元素。那我们刚刚预设的操作步骤呢，就是点击这个，然后去查找 Gallery 的选项。现在这个画面变了，我们需要点一下刷新。遇到一个坑，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因为它有一些看不见的遮罩，导致你点不到，你在截图上面点不到那个你要找的元素，这时候只能手动去这个就是这一个元素的树形目录去找一下，随便点一下看哪一个高亮，
就是高亮的，是你需要的元素，那你就找到了。好，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元素，我们通过 ID 去查找它好了。刚刚看到的是用 ID 去查找，那就选一下 ID。这个值再去复制一下，点击它就可以复制了啊。好，现在找到 Gallery 这个菜单项。这个菜单项我们也点击一下好了，要不然这个实在是太简陋了。好，保存一下代码。接下来在测试之前还有个事情要做，要把这一个查找元素的工具，这个绘画给退出，要不然的话它会占用端口，因为这个工具本身也是 Appium 的一个客户端。当然了，你可以用不同的端口，但是这个，这一期就先不说那么多了。好，点开始，跑起来了，点击，好，结束了。这里显示测试已通过，也没有报错。那这一期就先到这了，视频有点长，真机的演示就放后面再补充吧。如果觉得有用的话，可以随手点个赞、关个注什么的，感恩。好了，下期见，拜拜。